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個極度重要，而且影響非常深遠的全球現象。大家應該都記得2023年10月7日爆發的中東衝突吧？其實這場衝突產生的震波絕對不只局限在地緣政治的熱區而已，它跨越了數千英里的距離，從根本上改變了遠在南非、澳洲以及加拿大的少數群體生活，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社會學觀察，對吧？當遠方的戰火點燃時，原本看似穩定包容的現代民主國家內部的社會結構究竟會發生多麼劇烈的化學變化？今天我們就要以實戰分析的視角，為各位徹底拆解這個現象。在今天的知識拆解旅程中，我們有6個核心重點會快速帶大家走一遍。第一是衝突的全球漣漪，接着我們會依序探討南非激進化的政治論述、澳洲破碎的多元文化神話，還有加拿大數據背後的焦慮。然後我們會進行深度分析，聊聊什麼是環境敵意，最後則是歷史的對比與反思。準備好了嗎？我們直接進入主題。重點來了，在進入具體的國家分析之前，我們必須先在腦海中建立一個非常具體的概念，那就是 0.08% 這個極度微小的數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南非這個擁有龐大人口的國家裡面，猶太社群的總人數其實非常非常稀少，他們僅僅佔了全國總人口的 0.08%。這是一個規模極小的少數群體，但他們現在卻必須在南非巨大且劇烈的政經板塊變動中，努力尋找生存空間。這個數字其實強烈凸顯了少數群體在面對國家級政治風暴時那種結構性的脆弱與無力感。第一部分，南非激進化的政治論述，我們來看看歷史創傷是如何被政治反轉的。南非的案例非常特殊，我們都知道他們曾經經歷過漫長且痛苦的種族隔離時期。為了理解南非猶太社群現在面臨的處境，我們快速回顧一下歷史的演進軌跡。在1930到1940年代，受到歐洲法西斯主義的影響，南非確實存在着針對猶太人的敵意。接着進入1948年到1990年的種族隔離時期，當時社會的核心矛盾完全集中在黑人與白人之間的種族對立，所以猶太群體的問題反而退居幕後了。1990年之後，南非迎來了民主化時代，憲法開始保障所有的文化與宗教權利，那是一段相對平穩的時期。但是就在10月7日的衝突爆發後，情況發生了急劇的惡化。社會上出現了深度的反錫安主義，而且這種主義開始跟古老的反猶太陰謀論產生了嚴重的混淆與融合。原本反殖民主義的歷史傳統，現在反而變成了一種壓迫少數族群的新論述。這種政治論述的激化絕對不是民間的零星聲音而已哦，它是來自國家權力的核心。南非執政黨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的一位高層政治人物曾經公開發表過一段令人震驚的言論。他明確表示，如果猶太代表委員會想要推動錫安主義的議程，他們就應該離開南非，去其他地方推動他們的議程。這句話的嚴重性在哪裡？在於它直接將政治立場上的分歧武器化，變成了驅逐出境的威脅。對於一個合法的少數公民群體來說，這無疑是生存權利的直接否定，真的非常殘酷。這裡我要分享一個非常具體而且充滿戲劇性的真實案例。南非19歲以下國家板球隊曾經有一位非常優秀的年輕隊長，他原本因為自己的宗教信仰還有體育成就，受到社會極大的讚賞與接納。但是就在他公開發表了支持以色列國防軍的言論之後，整個社會的態度瞬間翻轉，他立刻被剝奪了國家隊隊長的頭銜。這個事件完美而且殘酷地展示了當前南非社會的一種奇特標準。他們或許可以在表面上接納你的宗教身份，但會在社會與體制層面上徹底拒絕並且懲罰你的政治認同。這就是一種將身份與理念強制剝離的極端排斥。我們繼續聊下去。第二部分，歐洲破碎的多元文化神話。
我們來看看一個群體是如何從被禮貌性忽視轉變為必須高度武裝自己的。離開了政治氣氛濃厚的南非，很多人可能會想，那去一個相對遠離紛擾的國家會不會好一點？我們把視角轉向南半球的另一個重要國家——澳洲。澳洲長久以來一直以成功的多元文化社會自居，猶太社群在這裡曾經享有一種安全、不受打擾的平靜。但是，讓澳洲猶太社群感受到強烈震撼的轉捩點，發生在2023年10月9日的雪梨歌劇院外。當時，一群抗議者聚集在這個澳洲最具代表性的地標前面，他們在抗議活動中竟然高聲呼喊着“猶太人在哪裡”。這種針對特定族群的集體呼喊，帶有極強的恐嚇意味。就在那一瞬間，澳洲猶太社群長期以來所感受到的那種安全感與隱形保護罩，被徹底且無情地擊碎了。伴隨着語言的威脅，實質的暴力行為也開始在澳洲升級。根據墨爾本大學學者的詳細記錄，澳洲當地發生了針對猶太教堂的燃燒彈襲擊事件。更令人擔憂的是，這起事件後來被證實有外國勢力在背後策劃。不僅如此，在雪梨知名的邦迪海灘，甚至發生了針對光明節慶祝活動的恐怖槍擊屠殺，造成15人不幸喪生。這些前所未有的實體暴力，加上網絡上仇恨言論的爆炸性增長，最終迫使澳洲政府必須啟動國家級的皇家委員會，來對這些嚴重的針對性仇恨事件進行全面的調查。這種暴力威脅的升級，直接導致了澳洲猶太社群在物理生活空間上的劇烈改變。在10月7日之前，澳洲的猶太機構通常是完全開放的，他們自然地融入在社區中，幾乎不會被特別注意。但在那之後，整個群體進入了高度的警戒狀態。現在，你如果走在澳洲的街道上，你會發現猶太學校和鄰近的一般公立學校有着極具衝擊力的視覺對比。猶太學校被迫架起了高聳的圍欄，配備了武裝保安人員，並且設置了防撞護欄，因為他們已經明確成為了包含外國勢力在內的攻擊目標。這種防禦性設施的增加，其實反映了社會安全感的嚴重流失。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我們把目光轉向北美洲。第3部分，加拿大，數據背後的焦慮。我們來探討仇恨帶來的心理創傷。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看到了南非的政治打壓與澳洲的實體暴力，而加拿大的案例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度具有分析價值的數據視角。根據一份針對加拿大校園仇恨事件的詳細統計數據顯示，情況遠比表面上看起來的更為複雜。雖然有60%的事件確實與對以色列的負面態度有關，但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有高達40%的校園攻擊事件其實跟中東的地緣政治毫無關聯。這40%的事件中，有25%是直接使用了最傳統、最古老的仇恨詞彙。例如將猶太人稱為害蟲，或是直接引用希特勒的言論，這清楚地證明了許多尖銳性的攻擊只是借着現代政治衝突的外衣來包裝歷史悠久的純粹仇恨。這種深層的社會敵意直接反映在民眾的心理狀態上。在另一份關於對過去加拿大美好時光的懷舊感的民調數據中，我們看到了非常巨大的族群落差。基督教受訪者有55%表示懷念過去，穆斯林受訪者則是52%。然而，猶太裔受訪者的比例卻高達70%。各位，這個高達70%的數據絕對不是單純的懷舊之情而已，它其實代表了一種強烈的失落感。這反映出加拿大猶太社群意識到，他們過去曾經享有的一段短暫且安全的黃金歲月，現在似乎已經永遠失去了。這真的是一種很深層的無力感。面對這樣充滿焦慮的環境，加拿大的猶太社群不得不採取一系列的應對機制。首先，許多人開始在公共場合隱藏自己的宗教或文化標誌，這其實是非常令人悲哀的自我審查。接着，為了保護下一代的安全，大量家長將孩子從公立學校轉移到了私立的猶太學校，甚至許多在社會上擁有高社經地位的醫療專業人員，因為受不了職場環境的敵意，開始認真考慮要移民離開加拿大。更嚴峻的是，
他們目前還面臨着一場有組織的體制戰，許多團體正協同運作，試圖撤銷猶太機構的免稅地位。這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言語攻擊了，而是一種企圖在體制與文化上抹除特定群體生存空間的具體行動。第4部分，深度分析環境敵意。我們來好好探討這種彌漫在空氣中的敵對氛圍。檢視完前面3個國家的實務現象之後，我們必須將視角拉高，進行深度的底層邏輯分析。為什麼這種敵意能夠在現代民主國家中迅速蔓延？這就涉及到了第一個關鍵概念，叫做環境敵意。這不是指那種直接的暴力的肢體衝突哦，它是一種彌漫在空氣中、無孔不入的敵對氛圍。這種環境敵意特別容易在某些特定的專業領域中滋生，例如藝術文化界、醫療體系，或是高等教育的學術圈。在這種環境下，只要你的身份標籤不符合主流群體的期待，你就可能在職場上遭到肉搜、被邊緣化，甚至直接被剝奪工作與晉升的機會。這種敵意雖然是無聲的，但它卻能讓特定群體感到極度的不安全與不受歡迎，最終逼迫他們退出那個領域。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第2個概念叫做語義偏移。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社會學現象。簡單來說，就是某個詞彙原本有它明確的定義，但隨着時間跟政治氛圍的推移，它被剝離了原意，轉變成一個純粹用來攻擊與抹黑的標籤。以錫安主義者這個詞為例，它的原意其實就是支持猶太人建立國家的信念而已。根據調查，有高達90%的加拿大猶太人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權，但卻有近半數的人不願意稱自己為錫安主義者。為什麼呢？因為經過語義偏移的操作，這個詞已經被武器化了，變成了一個代表邪惡與壓迫的通用辱罵詞彙。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在澄清自己立場的時候會感到百苦莫辯，因為對手早就修改了遊戲規則與詞彙的定義。經過前面的概念拆解，我們來到了最後階段，第5部分，歷史對比與反思。我們現在是不是正處於民主衰退的臨界點？當我們把南非、澳洲與加拿大這3個現代英系國家的困境放在一起看的時候，我們不禁要問：這難道真的只是單一族群的問題嗎？已故的知名歷史學家蓋文·蘭莫爾曾經說過一句非常精闢的話，他說：“幻想是反猶太主義的標誌。”這句話真的精準地刺穿了問題的核心。我們今天在網絡上，在各種抗議現場聽到的那些關於特定族群控制金融、操縱媒體，甚至干預全球政治的陰謀論，其實都不是什麼新鮮事。他們本質上只是將中世紀那些古老的、充滿偏見的仇恨，披上了一層現代政治與社會正義的外衣，進行了基因突變之後的重新包裝而已。這種基於幻想的仇恨是極度具有傳染力，而且很難用理性數據去反駁的。我們把這3個國家的現況進行一次橫向的比對。在南非，因為國家機器的政治論述走向激化化，導致該族群人口出現了從12萬銳減到5萬的斷崖式下跌。在澳洲，實體安全的粉碎打破了多元文化的神話，導致人口成長停滯，甚至出現了移民潮。而在加拿大，體制與職場環境的隱性敵意，迫使群體產生了內部的自我放逐與隱藏。其實，在歷史的長河中，少數群體的遷徙與焦慮，往往就是礦坑裡的那隻金絲雀。它們是最敏銳的預警系統。當他們感到窒息的時候，通常就意味着該國家的民主包容度與社會兩極化問題已經嚴重惡化了。這引出了一個極度沉重，但我們絕對必須直視的歷史提問，也就是所謂的60年視窗。我們是否誤判了歷史的常態？在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一直到近幾年為止，這大約60多年的時間裡，少數族裔在西方民主社會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融合與安全保障。
我們一直理所當然地認為這就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新常態。但是有沒有一種可能，這安逸的60年其實只是歷史漫長仇恨史當中的一次短暫異常呢？這也是為什麼前面提到的那70%的懷舊感會如此令人心碎，因為他們懷念的可能是一扇正在被快速關閉的歷史之窗。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今天我們拆解了南非、澳洲與加拿大的現況，發現環境敵意與語義偏移正嚴重壓縮少數群體的生存空間。這不僅是單一族群的危機，更是全球民主社會包容度的嚴峻壓力測試。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